你们是从哪个视频开始认识我的？也许是中国梦视频里的周文强，也许是课程演讲里的周文强，也许是视频直播里面的周文强。你可能会看到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我，你可能看到的是在视频里侃侃而谈的我，你可能看到的是激情四射的我，你可能看到的是激情投入演讲的我。今天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周文强。1987年，我出生于河南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用家里的全部积蓄来创业，事业一直在破产的边缘。每当过年的时候，别人家都是阖家团聚，而我们家里面却挤满了来要债的人。从我出生记事起，家里的经济就很拮据。小时候夏天，我想吃西瓜，我和我母亲只能去别人家收来的麦田和花生地里面捡一些别人没有收到的麦子和花生，去换西瓜吃。15岁的那年，父亲创业失败，也因债务问题身陷囹圄，全家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她一个人要种10几亩的田，同时还要在工厂里做喷漆工人。初3的我面临着中考，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辍学打工。一开始我在我亲戚的修车厂里面做学徒，每天只能吃2顿饭，每天工作忙到凌晨3、4点。最后我的亲戚却说，学徒要2年以后才能发工资。后来我为了赚钱去了工厂，开车床、锯床、磨床、洗床，每天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终于在2个月以后，我领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薪水，50块钱。50块对于一个想攒够5000块来救我父亲的人来讲，那是天方夜谭。当我知道在工地打工可以一天赚15的时候，我从工厂辞职，去做了一个钢筋的水泥工，架过高压线，修过桥，盖过房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工地2年发生的事情。夏天，15岁的我在户外暴晒，汗水浸透了我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冬天穿着棉衣棉裤，在零下10几度的田地里面架高压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胶鞋陷进了泥土里，所有的水全部灌满了我整个胶鞋，我整个腿被冻麻了、冻木了，冻得没有知觉。1年365天，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我都在工地，每天和高压线、和钢筋水泥打交道。15、16岁的我瘦得皮包骨，浑身晒得脱皮。2003年底，我结束了工地的工作，带着1年的4300块钱回家过年。当所有人都觉得我的人生只能这样的时候，我捡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了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改变人生。河南省方言电脑学校。于是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把我在工地赚的2年的4300块钱全部拿到了电脑学校去报课去学习。报完课程以后，我再次身无分文，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露宿街头。2天以后，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网吧当网管，白天我在学校上课，晚上我在网吧里做网管，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不到。2005年，当我的学习毕业以后，我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我去到了洛阳，在电脑城里面找了一份工作。这个时候，我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看到了一本改变我命运的书籍，罗伯特清崎先生的《富爸爸穷爸爸》。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被财商深深的所震撼到了。别人只是把它当成一本普通的书籍，而我把它当成了我的人生梦想、我的目标、我的信仰。2006年，我边打工边学习，我看了罗伯特清崎所有的书籍，我开始上网去搜他的演讲。当我得知他在北京上课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攒钱，把我所有的积蓄再次投出去上他的课程。当我听说在北京大学有很多企业家会来分享的时候，当我听说在北大可以冒充北大的学生去北大蹭课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从深圳去到了北京。为了方便晚上在北大的学习，我和我的爱人在中关村工作，我们住在北京香山。那个时候6点钟下班，来不及吃晚饭，就要赶到北大去学习。我们要从北大东门
40分钟一路小跑跑到北大西门去上课。每天晚上10点钟课程结束以后，我们会在北大的校园疯狂的奔跑。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冬天，天上飘的是鹅毛大雪。当我们在校园奔跑一不小心摔跤的时候，我们会扶着彼此的手重新站起来重新奔跑，因为我们要赶最后一班回香山的公交车。在2007年我结束了北京的学习，再次回到了深圳。我开始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行业，我做过房地产，做过金融，做过心理学，做过企业管理顾问，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我在各个行业里面践行财商，实践财商，逐渐我终于有了创业的能力和资本。我开始在深圳第一次创业。当我开始创业成功以后，我开始向我身边的同事分享改变我命运的财商知识。我的很多的同事都告诉我说，周文强，我觉得你讲的比很多老师讲的都好，你应该成为一个财商导师，去帮助更多人像你一样改变命运，实现财富自由。那一刻我注定了一个目标，我突然想起了17岁的我在第一次翻阅《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的时候发下那个大愿，那就是如果这本书真的可以帮助我改变命运，我要成为财商的终身推动者，来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改变命运。所以在2012年，我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教育培训这个行业。赚钱的行业很多，我做房地产做金融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我觉得教育培训这个行业是可以改变别人命运的，这个行业更加有价值，这个行业更加有意义。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招生的问题，我抓住了一切可以讲课的机会。一开始我去到我上课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给我的同学们分享财商。后来我去到富士康工厂的门口，在他们员工下班的时候，我在街头演讲，给他们分享财商。在一切能够让我讲课的地方去分享我的课程。这一路我们遇到过很多恶意的攻击，但是我依然在坚持。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疯狂，但是我知道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实现梦想，才能实现使命。我的使命是让1亿家族实现财富自由，自给自足。到了2014年，我开始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全中国几乎所有培训行业的论坛都会邀请我。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每天都在飞机上，上午可能在北京讲，晚上就飞到了上海去讲。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苏州，到天津，到青岛，跑遍了全中国每一个省会城市。到了2016年，我开始注意到了直播开始兴起。我那个时候在想，我线下讲课每天对着1500人讲，365天，我讲到死也不可能帮助1亿人。我看到了直播的趋势，我认为直播一定是这个时代的趋势，我认为直播一定可以改变所有中小企业家的命运。所以我开始在我每一次课程现场分享直播的案例，来帮助更多人用直播的工具来去嫁接这个企业。但是我遭到了全中国所有主办方的抵制。那个时候他们要封杀我，让我不允许再讲直播，因为会影响他们线下课的利益。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选择妥协，因为我坚信我分享这个时代最有趋势的，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学员。在前行的路上，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外人看来，从16年开始，我在全网火了，慢慢的从0粉丝变成几百万，变成几千万。但是我们也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这一路，因为周老师的异军突起，可能得罪了很多人利益。我被人要挟过，我被人敲诈过，我被人绑架。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请到了我的老师罗的亲戚来到中国去演讲。他告诉我说，2022年全球会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我从2019年开始就在网上直播，告诉大家不要投资，不要担保，不要借款，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你的资产变现，手握天量现金。我们要跟着巴菲特一起抄底。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触碰到了很多商业集团的利益。周老师第一次受到了死亡威胁，我被人威胁，我被人网暴。那个时候我也在思考要不要放弃呢。我在寺庙闭关了整整1个多月，我去挑战了很多不可能，我恐高，我去蹦极，我去跳伞。在这期间，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做这份工作这么的危险，可能让我失去我奋斗的所有的一切，甚至是生命，我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来去分享财商？但是到最后，我想明白了，此生我的唯一意义就是去帮助那些曾经跟我一样的人。如果不让我讲课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将会毫无意义。
所以我继续站在了讲台上，不管有多少人的不理解和攻击，我依然选择坚持我的梦想。华夏5000年，我们有孔子、孟子、老子、王阳明等无数圣贤为我们大家传道授业解惑。今天我希望我可以成为这个时代财商板块里面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先行者。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会一直在这条路上坚定前行，去帮助那些和我一样想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我是周文强，一个以传播财商、振兴民主、弘扬中国梦为己任的财商导师。我爱你，如同